在2005年的阿根廷球星表演赛上，已退役的传奇巨星马拉多纳现身球场。当时他身旁时常会出现一个身影，一名笑容腼腆、眼神充满仰慕的年轻人。这名年轻的选手虽然已经能参加这场盛宴，但相较场上其他人，他的资历尚浅，他的名气也并未比在场的其他球星高，他的职业生涯也才刚要开始。当时可能没有人会想到，未来这名少年将会是足坛的超级巨星，没有任何专家想得到，将来会给这名少年媲美马拉多纳的评价，甚至马拉多纳也未必知道，以后他会亲口说出，这名少年将会超越我。当时的这名少年，就是如今人们所熟知的马拉多纳接班人，8座金球奖得主，8度世界足球先生，21世纪最佳足球运动员利昂内尔·梅西。梅西的头衔如此响亮，以现在来看一点也不意外，但对他个人来说，以及对那些从小看他长大的亲朋好友来说，这可是奇迹一般的旅程。梅西虽然从小就很喜欢踢足球，并且踢得非常好，但他的足球生涯却没有想象中顺利。他并非像其他足球巨星小时候一样，在街上踢一踢就被星探发现，然后去踢职业。相反，当时没有人对他看得上眼，因为他长得实在过于矮小。你可能会想说，梅西不高，这我知道啊，马拉多纳也很矮啊。但问题是，梅西小时候是真的矮过了头，他的父母并不算矮，他的2个哥哥身高也非常正常，唯独他好像从幼儿园开始就没再长高了。他在上小学的时候，想加入邻近的一支少年足球队，结果教练一开始不想让他参加，因为教练以为他是一个才刚学会走路没多久的小朋友。但在梅西的外婆苦苦哀求下，教练才勉为其难地让他加入。没想到才刚加入不久，他就踢出了惊为天人的表现，让教练如获至宝。梅西的父母其实也早就知道他身高异常，所以在他上小学不久就带他去做了检查，果不其然被检查出了生长激素缺乏症。有段时期这个病症还被视为是侏儒症的一种，你就晓得小时候的梅西是真的非常矮小。而虽然说这个罕见疾病能被治疗，但整个疗程非常昂贵，不仅给了家境不富裕的梅西一家增添沉重的负担，当时的主治医师甚至还说，就算梅西接受疗程，可能也只会长高一点，能不能回到跟正常人一样仍是未知数。但不论如何，为了他的将来，父母还是咬着牙接受昂贵的疗程。梅西在接受治疗后，确实一点一点地慢慢开始长高，期间他也持续地在足球场上有亮眼的表现。他的球技真的非常出色，以至于他在8岁时就被招进阿根廷的一支足球俱乐部纽维尔老男孩足球俱乐部出战少年组赛事。梅西在纽维尔老男孩队踢得非常好，纵使他是队中最矮的选手，但他的表现往往是最突出的。后来他当时的队友就回忆道，说梅西确实是他们能一直赢球的关键，尤其他的进攻火力简直不在一个层级，每一场好像都能踢进10几球。要知道，足球比赛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得分的比赛，比赛胜负往往是在一个进球之间，而一场比赛踢进10几球，并连续好几场，有多么不容易。事实上，梅西在纽维尔的6年间就踢进了将近500球，未来的他可是花了将近14年才踢出职业生涯500次进球，可见小时候的他实力真的没话说。当时纽维尔的教练就说了，别看梅西瘦弱的又比人矮小，但梅西的天分是他有史以来见过的最好的，并且直言梅西将来一定会是现象级的足球选手。而现在来看，这个观点也可说是再准确不过，梅西的天分就摆在那，只要他循序渐进的精进实力，他势必会成为家喻户晓的球星。然而现实却没那么简单。还记得前面提到他父母为了治疗他的身高，不惜花费重金，甚至已经是倾家荡产的程度，常年的医疗费用让梅西一家濒临破产。当然，破产后也就不能再继续治疗了。面对这种艰难的处境，一般人可能会为了生活忍痛放弃梦想，但梅西的爸爸不这样想，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将来一定会有前途，他不想要儿子一辈子活在悔恨之中，所以他毅然决然地变卖了家当，带着儿子前往西班牙，希望能尽快获得职业联赛球队的认可。年仅13岁的梅西跟着爸爸来到了西班牙，人生地不熟，是什么给了他父子俩这般勇气？就是梅西爸爸坚信梅西一定能被西班牙的足球俱乐部相中。他俩一到西班牙，马上就直奔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
一听到巴塞罗那，相信各位就已经猜到，梅西爸爸就是准备去找巴萨俱乐部。而为什么是巴萨？一方面梅西爸爸在这有点门路，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梅西是巴萨的球迷。梅西一直希望自己长大能在巴萨踢球，所以梅西爸爸才会直接把他带去巴萨。而虽说梅西爸爸在这有点门路，仅仅只是有联络方式的程度，跟巴萨教练也称不上朋友，更别说是直接见到巴萨的高层。当时巴萨教练刚见到梅西的时候，还以为梅西爸爸是在开玩笑，眼前这个看起来像小学生的小孩竟然想加入巴萨。但教练看到梅西爸爸坚定的眼神，发觉他是认真的，就只好给这名小朋友测试看看，反正测试一下对巴萨也没损失。结果没测试还好，一测试不得了，这球技哪是小学生会有的，场上比他高一头的选手们也都踢不赢他。一问之后才真相大白，梅西只是长得矮，但其实已经13岁。他们之所以大老远从阿根廷过来，为的就是想加入巴萨这样的豪门队伍。说是为了将来也可以，但最重要的是，梅西父母已经无力负担医疗费，才希望这种豪门的球队如果欣赏梅西的话，就签下他帮助他治疗。教练知道事情后，马上向俱乐部高层进行游说，原以为会一帆风顺，想不到高层却浇了冷水，说就算帮眼前这名小孩负担医疗费好了，但你能保证他将来一定会很厉害吗？教练一时也哑口无言。梅西爸爸得知这消息，更是气到准备回阿根廷，因为他们在这待了好几周，等不到下文又身无分文，不可能继续在这浪费时间。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回国前夕，巴萨高层碰巧正在参观球队训练，目光被场上一名小个子给吸引，追问后才得知这名小个子就是先前教练提到的阿根廷少年。高层这才赶紧做决定，说什么都要留住他。就这样，梅西在13岁那年加盟了巴萨，而这也正是他未来长达21年巴萨生涯的开端。虽然如愿加盟豪门巴萨，但梅西起初过得并没有那么顺利。尽管他当时是在巴萨的青训队伍，但年龄这么小的外国人在队中几乎是没有的，这就让他有了年龄上的隔阂。加上他还是在巴塞罗那，一个普遍讲加泰罗尼亚语的地方，这就使得身为阿根廷人的他，就算会讲西班牙语，也还是很难和其他人沟通。在队上简直格格不入，一时就让他有点受挫。而同时还传出他虽然已经加入巴萨，却无法上场比赛，原因是当初他爸爸带他来西班牙时，是背着母队纽维尔老男孩队偷过来的。先不说连知会一声都没有，连转会费之类的补偿也没有，平白无故的队中明日之星就这样走了。纽维尔队的老板于是就拒绝给梅西转会证明，后来在足协的介入协调下，才得以解决这个突如其来的插曲。话说梅西导致阿根廷和巴萨俱乐部间的交锋，其实也不止这一次。后来他顺利得以在西班牙踢球后，他的表现可是会立马就技惊四座，甚至勾起了巴萨球迷的回忆。那矮小的身形，敏捷的球技，仿佛就是曾经也在这踢球的阿根廷巨星马拉多纳。这也使得当时西班牙国家队在得知巴萨有梅西这号人物后，就企图对他进行规划，让他为西班牙出战U17世界杯。还好是在西班牙得逞之际，消息走漏到了阿根廷国家队教练耳中。起初国家队教练还不当一回事，想说梅西是谁，我听都没听过。但在看了梅西在西班牙的实战录像带后，教练这才连忙联系上梅西的父亲，确保梅西还没被规划，并直接就把他纳入麾下。而这也是梅西成为阿根廷国家队成员最早的契机。梅西的天赋，明眼人都看在眼里，以至于西班牙也想抢人。但巴萨毕竟是老牌队伍，非常注重选手的养成，所以就算梅西达到西甲的出场年龄限制，也没有立即就委以重用，反而是让他在西甲和西乙间来回磨练，增加比赛的经验。尽管当时17岁的梅西在巴萨的医疗协助下已经长高到了168公分，一个已经算是正常人的身高，但巴萨还是对他的能耐有所保留，直到2005年的世青赛才终于改变了俱乐部高层对他的看法。2005年世青赛在荷兰展开，世青赛又被称作是小世界杯，是众多足球高手的必经之路。多亏先前梅西没被规划为西班牙选手，他才能以阿根廷球员的身份出战。这届世青赛比赛过程也很有趣，阿根廷在小组赛被分在和美国同一组，结果第一场阿根廷就爆冷输给美国，美国后来甚至还踢平了同组的德国，在这号称死亡之组的第一组，以小组第一晋级跌破不少人眼镜，但淘汰赛美国第一轮就惨遭淘汰，也算是符合了预期。
反倒是阿根廷在梅西的带领下突破重围，一步步踢进决赛，最后也顺利夺下了2005年的世青赛冠军。这座冠军意义极为重大，因为这让阿根廷以队15座冠军超越了巴西，成为世青赛时夺得最多冠军的国家。至于帮助阿根廷写下历史的梅西，更因为他出色出众的表现，囊括了本届赛事的金靴奖和金球奖，毫无疑问是最大赢家。而西班牙虽然在这届世青赛铩羽而归，但巴萨倒是乐开了怀，因为梅西的表现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在他回到西班牙后，便马上再度被拉上西甲，并开始获得重用。巴萨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当初这个不请自来的小孩，竟然会是他们未来数十年赖以为重的招牌。伴随着在世青赛的绝佳表现，隔一年，梅西马上就被征召进到阿根廷国家队，准备参加2006年的世界杯。只是他在这届世界杯没有太多表现，因为赛前他才刚受伤，纵使他仍带伤上阵，发挥却受到限制。阿根廷也在8强就被淘汰，无缘这届世界杯奖牌。事实上，在梅西的职业生涯初期，都一直饱受伤势困扰。世界杯就是因为肌肉出现撕裂伤，他才表现得差强人意，也错过了之后2个月的常规赛事。没多久，他又在西甲被人铲伤，导致他的左脚趾骨骨折，再度缺席3个月的赛事。所以，尽管他17岁就登上西甲，创下巴萨最年轻出赛球员的纪录，但他头2个赛季却大部分时间都在伤兵名单中度过，一度让人质疑。梅西也从此刻开始勤奋地锻炼身体，以提升自己的身体强度，同时也更加精进自己的盘带技术。不只是不要被对手抢断，也要避开随之而来可能被铲伤的风险。至此之后，梅西的脚步堪称一绝，他在快速带球推进时，还能瞬间做出变速或变向来因应对手的铲球攻势，甚至有时候会因为他的切换速度太快，导致看起来明明要被拦截到，却莫名被他给过掉了，简直就是魔鬼的步伐。所以，与其说伤势限制了他职业初期的发挥，不如说伤势反而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让他的球技得以更加进化，并促使他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上演惊人之举。还记得前面提到，梅西刚加入巴萨时格格不入，语言上也很难沟通。后来之所以能融入到团队，除了是以实力辅助外，当时巴萨当家球星也非常照顾他，几乎把他当亲弟弟一样。而这个球星正是小罗·罗纳尔迪尼奥。小罗是巴西人，有着巴西桑巴般华丽又奔放的球风，因此他在场上也被称作是足球魔术师。他不仅非常照顾梅西，更和梅西形成了强大的南美洲连线，一起攻克西甲联赛。两人仿佛是合作多年的老友，互相做着传导推进，眼花缭乱的传递让对手防不胜防，一时也为巴萨比赛带来全新的体验。而梅西也正是在此刻缔造出扣人心弦的壮举。2007年堪称梅西大放异彩的一年，他先是在著名的西班牙德比中上演了帽子戏法，不管巴萨世仇的皇马怎样攻进球门，梅西都能靠一己之力马上还以颜色。这场比赛被他一个人给踢平。虽然两队都没能从这场经典大战中胜出，但观众却绝对值回票价，因为他们在这场比赛见证到了传奇的诞生。紧接着，在1个月后的另一场大赛，梅西又再度震撼全场。这次是在西班牙国王杯中，在王室面前复刻了堪称史上最经典的世纪进球。只见梅西一个人带球突破，途径好几个防守者都无法将他拦下，如入无人之境。最后他就在球门前以刁钻又狭窄的角度射门，球应声入网，全场欢声雷动。不只是因为这球实在精彩，还因为这球跟马拉多纳当年的世纪进球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人身材都很矮小，还都是阿根廷人，梅西俨然成了马拉多纳的继承人。再加上不久后，梅西又展示了马拉多纳的另一项绝技——上帝之手，这更加深了他就是下一个马拉多纳的看法。只是上帝的名号哪是这么容易就能僭越的？其他人怎么说都不算数，马拉多纳本人同不同意这个观点才是关键。其实马拉多纳早在1年前就曾说过，他在场上看到了一个跟自己很像的身影，这个身影将来一定会超越自己。这个身影的真身就是梅西。梅西渐渐地步入巅峰，对上另一位巨星小罗反倒深陷泥潭。他们俩原本配合了天衣无缝，但小罗的状态却急速下滑，连带就影响到了梅西的发挥，导致巴萨成绩开始滑落。事实上，这也是梅西一直以来少数被人诟病的地方。或许是小时候和朋友踢球所培养出的习惯，
比起自己一个人强势的进攻，他更偏好和队友配合，在场上做大量的传导，这也是为何他能和小罗这么默契的原因。但是，一旦和他配合的人出现差池，梅西自身也容易受到影响。所以有些人就说他的成功都是靠队友，因为他身旁总是些叫得出名号的家伙。尽管这个论点有些牵强，毕竟足球本来就是团队大于个人的运动，梅西就只是贯彻这项运动的本质而已。而既然梅西要的是团队配合，巴萨也趁这机会决定大破大立，不只把表现下滑的小罗送走，也更换了带队5年的主教练。梅西更从此刻承接起更重要的角色，并誓言带领巴萨重返荣耀。而为了将梅西在场上的价值最大化，当时接掌球队的主教练瓜迪奥拉更是将梅西从前锋调往为9号。足球场上的9号位被称作中锋，是衔接前后场的桥梁，司职组织传导等工作。梅西不止射门厉害，他在场上对情势的判断同样也很出色，这又使得他不再只是一名前锋，也能随时因应战术的变化将球带回中场，再寻找突破对手的机会，因此就成为所谓的为9号。在扛下了新的职位后，梅西在西甲的表现开始突飞猛进。但要说到他往后在西甲的表现之前，得先提一下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虽说在世界杯问世后，奥运足球就不再是众所瞩目的项目，但奥运金牌仍旧有它的价值，所以梅西还是有参加这届奥运足球赛。为什么说还是呢？因为其实最早巴萨是不想放人的，奥运跟世界杯不一样，奥运日期是很容易撞车其他足球赛事的，而2008年的奥运就撞车了欧洲冠军联赛的赛程。对欧洲来说，这可是最盛大的联赛，所以巴萨怎么可能会放梅西去踢奥运？好在巴萨在资格赛的时候遇到的对手实力不算突出，所以索性巴萨就让梅西去踢奥运。至于梅西也不负众望，带领阿根廷在奥运会上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夺下奥运金牌。尽管奥运金牌在足坛好像不太被重视，梅西倒是得到了一名大咖巨星的认同，就是2008年同样也去参加奥运的科比·布莱恩特。科比因为小时候在欧洲生活过，篮球之外最喜欢的就是足球，所以奥运期间也会观看足球比赛，便被梅西的球技给折服，从而成为梅西的粉丝。这2名跨界巨星的友谊就通过这届奥运会搭上了线。2008年对梅西来说算是成功的一年，然而纵使有奥运金牌的加持，他也是在年底的大奖金球奖排名第2，他输给了一个人，那个未来10多年都会是他宿敌的 C 罗。在梅西发光发热的同时，足坛同时也出现了另一位明日之星，就是当时正在英超踢球的 C 罗。C 罗出色的表现为自己赢得了2008年金球奖，梅西表现再好也还是相形失色。但用不了多久，梅西就会夺回自己的气势。巴萨在2008至09赛季搭配着全新的阵型，组出了进攻火力强大的3剑客，以梅西为首的3位前锋，整个赛季共打进100粒进球，刷新了巴萨的100年纪录。这个赛季巴萨真的是船坚炮利，整个球队可以说是专为梅西所配置，让他能尽情地施展球技，并因此带领巴萨重返了西甲冠军，甚至还一连横扫所有欧洲大赛冠军，包括西班牙国王杯、西班牙超级杯、欧洲超级杯、欧洲冠军杯以及世俱杯，达成了史无前例的6冠王，称霸整个欧洲。这划时代的成就当然让他在2009年毫无悬念地得到金球奖的加冕，以及当选为新任的 FIFA 世界足球先生。梅西终于跃升为世界第1的足球巨星，但此时他其实才22岁，他的未来仍然是一片大好。而虽说梅西夺走了 C 罗各项头衔，但这并不代表时代的更迭，反倒促使双方都更上一层楼。两人在未来的10多年中共囊括了9年大奖，从金靴奖、金球奖再到世界最佳男子运动员。这10年来各项大奖不是 C 罗就是梅西，形成了罕见的2强分天下。这也让他俩比作是足球界的费纳之争，或说费纳才是网球界的梅罗。这段被2人给统治的时代，到底谁最强，谁才是足球第1人，也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些人认为 C 罗的得分能力比较出色，只要球传到前场，他就有办法攻入球门。有些人则认为梅西更加的全能，并且以矮小的身形在场上作战，无疑增加了他的比赛难度。孰强孰弱一时也没有界定，只能看未来谁累积的成就更高，谁能先拿下第1座大力神金杯。讲回到世界杯
2010年在南非举办的世界杯堪称有史以来最盛大，奠定世界杯成为如今全球盛事的一届。最经典的世界杯主题曲《Walk Walk》也正是在这届诞生。这届世界杯可说是人人有机会，各国没把握。但阿根廷倒是不少人看好，除了因为世界第一的球星梅西坐镇，阿根廷国家队的主教练竟然还是马拉多纳。新老球王的携手自然被视为是夺冠的大热门。然而，当世界杯正式开始后，阿根廷球迷的心情却像是坐过山车一样。身为世界顶尖射手之一的梅西，竟然在世界杯中没踢进半颗球，而且阿根廷也在8强赛就被德国淘汰，还创下了20年来最惨的0-4落败，无疑是令人讶异又难堪的结果。赛后，阿根廷球迷不仅怨声载道，对国家队名气最大的2个成员梅西和马拉多纳更是嘘声四起。有人认为马拉多纳踢球时期强归强，却根本不是当教练的料，才导致这次世界杯出师不利。有人则认为梅西心态上不足以带领阿根廷，关键时刻都没站出来，甚至要他把象征领袖的10号球衣脱下来。而最终逼得马拉多纳直接辞去了国家队主教练职务，梅西也只能带着失望之情且战且走。屋漏偏逢连夜雨。2011年由阿根廷主办的美洲杯本该是东道主阿根廷雪耻的大好机会，结果在梅西的带领下又再度的兵败8强。更失望的是，梅西在4场比赛中除了点球之外又没踢进半颗球。其实这段时期梅西在国际比赛表现的差强人意，应该说只有在国家队时表现不佳，就使得部分阿根廷球迷不满，认为他的心思完全不在阿根廷这边。而同一时间，他要在西班牙西甲联赛持续创造纪录，甚至还蝉联了多项个人大奖，这就更加深了阿根廷球迷的怨恨，认为梅西因为常年在西班牙踢球，心早已不在阿根廷。当然，这些都只是失望的球迷一厢情愿的想法。梅西当然是深爱阿根廷的，他当年刚到西班牙时差点被规划，但在知道自己有望替阿根廷出战后，他二话不说的就答应了。只是当时阿根廷球迷并不知道他背后的这段故事。而且梅西小时候最喜欢的足球选手就是阿根廷名将艾马尔。在梅西进入足坛后，艾马尔也还在踢球，他就有机会和自己的偶像共事，而最好的机会就是进到阿根廷国家队，所以他怎么可能会不想为阿根廷在国际赛取得荣誉？只是球迷都是看成败论英雄，梅西若想重新赢得阿根廷球迷对他的信任，就只能在未来的国家队比赛中取得令人折服的成绩。回到西甲的赛场上，对比国家队的疲软，梅西在巴萨倒真的是一再的改写历史。以进球数为例，他先是在2009至10赛季踢进了34球，追平了巴萨的队史纪录。紧接着，他又在2011至12赛季攻进了50粒进球，成为西甲史上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单赛季50粒进球的王者。而如果包含其他欧洲赛事的进球，他这赛季更是累计踢进了73球，是足球史上单赛季最多进球的纪录。甚至他也在这一年之中上演了多达10次的帽子戏法，同样也令人瞠目结舌。这也是为何他能蝉联4座金球奖，堪称是他个人最巅峰的时期。当时西班牙媒体就以原子跳蚤来形容他，因为他就像是跳蚤一样快速的在场上跑动跳跃，重点是你打都打不到，对防守者来说简直像是跳蚤一样烦。而他之所以能有如此敏捷的身手，就在于他矮小的身形反倒成了优势，让他的重心能更容易控制在下半身。同时，在他成为职业选手后，他一直都在努力地锻炼身体，尤其是针对腿部，这使得他有着极为粗壮的一双腿，帮助他产生更强的瞬间爆发力，让他能更自在地做速度和方向的切换。梅西当然有天赋，但后天的努力更是关键，他才得以每一天都在成长，每一年都持续进化。而终于又到了验收成果的时候，2014年的世界杯回到南美洲举办，除了东道主巴西最被看好之外，连续3届都是前3名的德国也是夺冠热门。至于阿根廷，因为有梅西在，同样也备受瞩目。只是对阿根廷球迷来说，不期待就不怕受伤害。然而这届世界杯他们终于有所斩获，这届世界杯是梅西第一次以阿根廷队长的身份参加世界杯。队长不是单纯的头衔而已，除了掷硬币决定哪一方开球之外，也是场上指挥带领队友的重要角色。在场上，队长毋庸置疑是最大，而这对梅西来说或许是最佳的角色。
其实，足坛一直对梅西流传一个说法，也就是前面提到靠队友的延伸，说他不容易融入到新的阵容，并且需要顶级的队友帮忙，所以才会一直待在西甲巴萨不转会。但应该说，他并不是需要好的队友，而是需要能配合他、协助他、知道他想要做什么的知己。就如同先前说的一样，他注重的是默契和团队合作。所以，在他成为队长之后，当他完全掌握了场上的主导权后，他便能彻底地放开了踢，并终于一雪前耻。阿根廷在梅西的带领下，以全胜姿态从小组赛出线，淘汰赛一路过关斩将，进入了阔别24年的世界杯决赛。巧的是，24年前世界杯决赛，阿根廷的对手同样也是德国。更巧的是，这次阿根廷又以0-1输给德国，简直像播了回放一样，历史完美重演。而这也是阿根廷连续3届世界杯被德国给淘汰，俨然成了一对冤家。虽说阿根廷差了临门一脚，但这届世界杯没人再责怪梅西，因为他已经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和带队功力。国际大赛带队夺冠看来是指日可待。只是此时球迷可能还不知道，梅西在国际舞台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对中南美洲的人来说，除了世界杯之外，美洲杯大概就是其次重要的赛事。但也跟世界杯一样，梅西参加的2届都铩羽而归。在2014和2018两届世界杯之间，会举行2次美洲杯赛事，这对他来说或许是在美洲杯封王的大好机会。同样4年一度的美洲杯赛事，为何会在4年间举办2次？因为2016年是额外加开了一届，是美洲杯举办100年的纪念赛事，也是各队最争相角逐的一届。2015年美洲杯，阿根廷以亚军败给智利。好在隔1年就马上有机会讨回颜面，而且100年纪念赛事对阿根廷也别有意义，因为100年前第1届美洲杯就是在阿根廷举办，当时就是为了庆祝阿根廷独立100周年，所以在这第200周年，阿根廷说什么都得为自己赢得冠军。只是这届美洲杯却充满坎坷。首先在训练赛，梅西就因为背伤而中途退场，后来在进到小组赛时，更因为下背部挫伤导致直接错过首场赛事。然而，正当阿根廷球迷认为夺冠无望时，梅西终于在第2场赛事回到了球场，并且在短短的19分钟内就上演了帽子戏法，似乎在告诉世人他健康无虞。接下来的比赛，他也都偶尔佳作，帮助阿根廷再次进入决赛。但结果却又令人大失所望，这次决赛的对手跟去年一样，还是智利，而且两队以0-0进到了点球大战。结果第1球梅西就发生罕见失误，他明明骗过了门将，自己却将球踢飞。这1分没拿下，影响巨大，阿根廷气势重挫，最后输掉了点球大战，连续2年在美洲杯输给了智利。赛后，梅西忍不住流下了男儿泪，不只对输球的不甘心，这届100年纪念的美洲杯也将是他最后一次身披国家队战袍。听到这里可能有些纳闷，梅西不是后来还参加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吗？事实上，在2016年，梅西就不打算再踢国家队了。除了因为近年屡次受伤外，一直无法为阿根廷取得冠军荣耀，让他也对自己感到失望和沮丧。他认为自己辜负了国家，他没有颜面再继续作为国家队队长。但在经过了短短2个月后，他就回心转意了。不只是因为阿根廷球迷的不舍打动了他，甚至连当时的阿根廷总统马克里都出面挽留，直呼梅西是阿根廷的国宝。有这样的球员是阿根廷的荣幸。就这样，在各方的极力挽留下，梅西收回了离开国家队的决定。往后的日子里，他将继续为阿根廷效力。尽管时至今日，梅西依然在场上有他的影响力，但自从他年过30以来，就一直被认为表现大不如前，巅峰期是不是过了？尤其2020和2021连续2年在西甲失利，仿佛就印证了这个说法。梅西确实跑得不再像以前一样快，但他在场上的价值仍旧有目共睹。他从过往强势攻门的角色转型为辅助队友、连接全场的桥梁。或许他的球风不如以往那样犀利，但他依旧是至关胜负的关键人物。也因此，在他转型之后，他还能再夺金球奖和最佳男子运动员，让他一举拉开了和 C 罗的差距，成为史上获奖最多次的足球传奇。甚至还在2020年以史上第1位足球运动员的身份，荣获了世界最佳男子运动员的肯定。2021年，他也兑现了承诺，在美洲杯上大放异彩，终于带领了阿根廷队在决赛中战胜了内马尔领衔的巴西队，拿下了国际大赛的冠军。
尽管梅西看似已迟暮晚年，实则仍在巅峰，只是处在不同的阶段。他持续地补齐生涯成就，持续地改写足球历史，仿佛就是在宣告他的时代还未结束。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上，梅西以队长的身份再次带领阿根廷队踏上了一段充满激情与挑战的夺冠之旅。这支球队被广泛认为是极其团结的一届，曾在2021年战胜巴西夺得美洲杯冠军，并在2022年6月力压欧洲冠军意大利获得欧美杯冠军。队内众多球员在梅西的光辉下成长，视他为偶像。主力门将大马丁甚至表示：“我愿意为梅西付出生命。”尽管小组赛首场意外输给沙特，阿根廷并未气馁，反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迅速调整状态。球队内部也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团结与拼搏精神。阿根廷最终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淘汰赛。在淘汰赛阶段，阿根廷队的表现愈发稳定，先是2-1击败了澳大利亚，随后点球大战惊险击败荷兰，晋级世界杯4强。随着比赛的深入，梅西状态愈发出色。半决赛的对手是克罗地亚，之前比赛先是点球大战淘汰日本，随后点球大战击败巴西，可谓是韧性十足。看起来阿根廷本场比赛难度不小，但是阿根廷直接将克罗地亚打花了，以3-0拿下比赛，晋级最后的决赛。梅西不仅打进1粒点球，还贡献了一次极其精彩的助攻。阿根廷边线球发出后，梅西沿着右路一路杀到禁区右侧，随后倒三角回传助攻，阿尔瓦雷斯轻松推射得分。梅西这一条龙的助攻绝对可以载入史册。2022年12月18日，这个夜晚属于阿根廷，也属于梅西。在决赛中，阿根廷队与法国队展开了一场史诗般的对决。比赛中，阿根廷在90分钟内打进2球，取得领先，但法国队并未放弃。姆巴佩在短短几分钟内攻入2球，将比分改写为2-2，比赛进入加时赛。在关键时刻，梅西意识到，如果再不站出来，辉煌的职业生涯将难以获得世界杯的荣光。他在加时赛中攻入1球，给法国队当头一棒。尽管姆巴佩随后又攻入1球，上演帽子戏法，但胜利的天平似乎倾向阿根廷。最终比赛拖入点球大战，阿根廷笑到了最后，以4-2获胜。时隔36年，再次捧起了大力神杯。所有阿根廷的球员尽情欢呼着，梅西也证明了自己球王的称号。他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可谓是职业生涯的巅峰，常规时间和加时赛各进1球，还在点球大战中稳稳罚入点球。每一次触球和突破都展现了他的强大。梅西在卡塔尔世界杯上的表现堪称完美。他不仅在比赛中贡献了多个进球和助攻，还展现出了他的领袖气质和坚韧精神。在关键时刻，他总是能够挺身而出，带领球队走向胜利。梅西的出色表现不仅让他成为了世界杯最佳球员，还让他实现了自己的世界杯冠军梦想。卡塔尔世界杯夺冠历程是梅西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坚韧书写了一段属于他的世界杯传奇。虽然这一路走来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但梅西从未放弃。他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最终实现了他的世界杯冠军梦想。在经历无数挫折与挑战后，梅西终于在卡塔尔世界杯上捧起了梦寐以求的冠军奖杯。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世界杯历史上，成为阿根廷的象征和整个国家的骄傲。此刻的梅西不再只是一个球员，而是一种精神，一种象征。他用努力与坚持证明了，即使在逆境中也能迎来辉煌的时刻。2024年，梅西再度带领阿根廷队参加美洲杯，这一次的赛场上，他的表现依旧令人瞩目。球队在他的带领下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与战斗精神，最终成功卫冕，夺得美洲杯冠军。这不仅是对梅西个人能力的肯定，更是对他作为队长领导力的最好证明。梅西用实际行动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继续书写着属于阿根廷的辉煌篇章。随着这一历史性成就，梅西的职业生涯迎来了新高峰，激励着无数年轻足球梦想者坚定信念，只要努力就能创造奇迹。他用才华与毅力证明了成功的可能性，让人们明白坚持与奉献的重要性。在他身上，
我们看到对足球的热爱与执着，以及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成为了无数人的榜样。梅西的故事鼓舞年轻球员勇敢追梦，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要努力拼搏。他依然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继续书写传奇，永远是那道耀眼的光，照亮着无数人的未来之路。未来，梅西将继续为足球界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他的传奇仍在续写。